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在肾脏科的日常门诊中，很多患者走进来不会诉说身体的疼痛，而是带着满满的委屈告诉我，为了养护好自己的肾脏，他们已经快要饿坏了。前一段时间，我的门诊来了一位65岁的林阿姨，她刚坐下就向我倾诉，自从被确诊为慢性肾脏病之后，她把网络上所有传统的护肾饮食禁忌都仔细查阅了一遍，越看内心越是恐慌，随后便开始了极为严苛的忌口生活。她担心血钾水平过高，把自己最喜爱吃的香蕉以及所有深绿色蔬菜全都戒掉，害怕血磷指标超标，直接将日常吃的糙米饭更换成了白米饭。想要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，每天只敢吃毫无滋味的白煮蛋，搭配几片清淡的瘦肉，就连盐巴都不敢轻易添加，还特意去购买了市面上标榜低钠的加工肉制品来搭配米饭食用。他特别认真地询问我，自己已经吃得如此清淡干净，这一次的抽血检查结果应该会非常理想吧？可当我看到检查仪器屏幕上的数值时，眉头瞬间紧紧皱起。林阿姨不仅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，还被顽固性便秘所困扰，更为棘手的是，她的血钾和血磷指标全都急剧升高，肾功能相比之前衰退的速度更快了。她当场呆立在原地，满眼无助地看着我，问出了一句让我格外心酸的话：难道我现在就连正常呼吸都会伤害到自己的肾脏吗？大家心中一定充满了疑惑。一位如此用心、如此听话配合治疗的患者，为什么身体状况反而变得越来越糟糕？今天这一期内容，我要带领大家揭开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肾脏病饮食核心真相。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肾脏健康科普，我始终秉持极简护肾的理念。护肾从来都不是复杂的事情，我们不需要依靠神奇的保健产品，也不用繁琐复杂的调理方法，只需要简单调整日常的生活与饮食习惯，就能有效守护肾脏健康。大家可以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肾脏保持健康状态。刚才林阿姨的经历，在我的门诊几乎每周都会上演。在过去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医学界针对肾脏病的饮食建议，几乎就是一份长长的禁食清单，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碰。很多肾病患者甚至无奈地开玩笑说，自己干脆不用吃饭，只靠喝空气就能养护肾脏了。传统的护肾观念一直向大家传递，只要严格限制水果、蔬菜、全谷物、豆类的摄入，就能避免血钾和血磷超标。可近几年大量的临床实践数据表明，我们过去坚持的护肾饮食方向很可能完全出现了偏差。最近5年，国际肾脏病饮食指南迎来了颠覆性的革新，核心方向转变为品质导向饮食。今天我会通过多个真实的临床案例，带领大家逐一拆解那些过时的错误观念，重新认识科学合理的护肾饮食方法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会发现，肾病患者不用再过得食不下咽、辛苦不堪，反而可以吃得安心，吃得有滋味。如果家中有肾脏功能不佳的长辈，这一期内容一定要点赞收藏，方便之后反复观看学习。在肾病患者群体中，流传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，那就是吃蔬菜水果会引发高血钾，甚至导致心脏骤停。50岁的陈阿姨是慢性肾脏病3期患者，平时她非常注重自身的健康管理，可得知肾脏出现问题后，她瞬间陷入恐慌，不敢随意进食。因为之前的检查报告单上标注着血钾过高可能引发心律失常，从那之后，她彻底戒掉了所有新鲜的蔬菜水果。几个月后前来复诊，陈阿姨无奈地跟我说，自己现在不只是肾脏功能不好，整个身体都感觉各种不适。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，她的身体问题十分突出，严重便秘，食欲大幅减退。抽血检查结果还显示血液偏酸，
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代谢性酸中毒。为了中和体内的酸性物质，我们不得不为它开具碳酸氢钠，也就是小苏打片进行治疗。然而最新的医学研究证据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。适量摄入天然完整的蔬菜水果，并不会轻易造成高血钾问题。真正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隐患是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引发的便秘，反而会阻碍钾元素的正常排出。越是不敢吃蔬菜，肠胃蠕动速度越慢，身体的代谢循环越容易出现失衡。更有权威临床研究证实，慢性肾脏病3期患者每天摄入2到4份碱性蔬菜水果，改善代谢性酸中毒的效果与服用小苏打片相当，而且长达5年的追踪观察显示，规律食用蔬菜水果的患者没有出现高血钾风险，血压水平更平稳，胆固醇指标更健康，整体的医疗花费也更低。所以我在门诊中反复向患者强调，不要把天然蔬菜水果当作需要畏惧的洪水猛兽。一般情况下，每天食用3份水果，2份蔬菜，选择种类丰富、颜色多样的天然食材，反而能够为肾脏构建起坚固的保护屏障。还有一个深入人心的错误观念，认为糙米、坚果的含磷量过高，必须彻底禁止食用。有一位大3学生小王，经常陪伴爷爷前来门诊就诊，为了控制爷爷的血磷指标，全家人格外谨慎，直接将糙米、坚果列为绝对禁忌的食物，理由就是大众普遍认为这些食材的磷含量过高。可与此同时，家人又经常前往超市购买便捷精致的起司片、火腿肠给爷爷当作下午茶点心。结果复诊抽血检查时，爷爷的血磷指标不仅没有下降，反而持续不断的升高。小王特别困惑地询问我，他们连糙米都不敢给爷爷食用，为什么血磷指标还是越来越高？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个门诊中至关重要的知识点，那就是磷的吸收率，也就是生物利用度。同样是磷元素，不同食材中的吸收效果有着天壤之别。坚果、豆类、糙米这类植物性食材中的磷属于有机磷，大多被植酸结构包裹，人体很难完全分解吸收，实际进入血液的比例不到1半。可加工食品中的磷完全不同，火腿中的防腐剂、起司中的乳化剂，这些磷酸盐添加剂属于无机磷，人体的吸收效率极高，能够达到 90%， 甚至接近 100%， 几乎会全部进入血液之中。相关研究也明确发现，长期大量食用白面包、加工肉类等精致加工食品，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。相反，适量摄入全谷物食材通常不会造成血磷指标失控，适量食用坚果还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，真正需要提高警惕的不是糙米、豆类中的天然有机磷，而是超加工食品里隐藏的无机磷添加剂。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林阿姨，她已经做到了极度克制饮食，几乎不触碰蔬菜。为什么血钾指标依然偏高呢？关键就在于这个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饮食陷阱。首先，林阿姨为了控制血压，特意购买了低钠酱油、低钠肉制品，以为这是更为安全的护肾选择。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食品生产过程中降低钠含量时，常会使用钾盐进行替代。这对健康人群来说或许有益，但对肾功能下降的患者而言，相当于以另一种形式摄入大量钾元素。部分低钠火腿每100克中添加钾含量甚至高达1500毫克，给肾脏带来了极大的代谢负担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过度依赖微波餐、素肉、汉堡、调味燕麦奶等超加工食品，看似健康便捷，实则营养结构被彻底改变。高温加工还会产生糖化中产物，这种物质就像持续燃烧的小火苗，长期刺激肾脏，引发炎症，损伤肾丝球功能，
进一步加速肾功能的衰退。讲到这里，荧幕前的大家一定想知道，到底怎样饮食才安全放心？如果想要合理降低饮食中的钾和磷含量，最新的国际指南推荐了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，那就是水煮去矿物质法。具体的操作方法十分简单，将蔬菜等食材切好后浸泡片刻，放入清水煮沸，最后把煮菜的水倒掉。这样大部分水溶性的钾和磷会随着水分流失，既能保留天然食材的营养与口感，又能有效减轻肾脏的代谢负担。另外，烹饪方式尽量避开油炸，减少肾脏的代谢压力。现代医学的护肾饮食早已不是死板僵硬的进食清单，而是强调品质导向，核心不在于死记营养数值，而在于学会挑选正确的食物。大家可以牢记3大黄金原则。第一，保持饮食的均衡与多样化，多选择天然原型食材，豆腐、豆类等植物性蛋白是优质选择，不会让血液偏酸，还能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。肉类可以适量食用，优先选择瘦肉。白肉，比如鸡肉、鱼肉，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入。第二，适度摄入乳制品，乳制品不用完全戒掉，只要没有严重的血磷失控问题。每天饮用1到2杯低脂牛奶或者无糖酸奶，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耐受，还能帮助肠道结合磷元素，减少身体的吸收量。第三，坚决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，与其每天费心计算钾含量，不如学会查看食品配料表，远离各类加工食品，优先选择天然原型食材。调味回归自然本味，使用葱、姜、蒜、柠檬等天然食材提味即可。其实做到这些比盲目忌口，什么都不吃，对肾脏的保护效果要好得多。从医多年，我在门诊中见过太多肾病患者，把吃饭变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每一顿饭都小心翼翼，吃得痛苦又压抑，甚至产生强烈的剥夺感，还总是自责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。但大家要明白，肾脏病是一场长期的健康保卫战，我们追求的不是过度紧张、自我恐慌，而是稳定、长久、有质量的生活。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，我们越来越明确，灵活高品质的饮食方式不仅能够保护肾脏，还能让患者重新拥有舒适的生活品质。这里也要郑重提醒大家，每个人的肾功能分期、抽血指标、身体状况都存在个体差异。在进行任何饮食调整之前，一定要和自己的主治医生、临床营养师沟通，制定最适合自己的饮食方案。因为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靠饿肚子饿出来的，而是靠聪明选择、合理搭配吃出来的。如果你的身边有长辈或者朋友，还在因为害怕高钾、高磷每天只敢吃白米饭配白煮蛋，一定要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的餐桌多一些选择，少一些不必要的恐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科普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。如果觉得这些知识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提醒。我们一起关注肾脏健康，用科学的方法守护肾脏。下次再见。